我去，这光天啊，不对，枝叶黑风高的，还有人敢强抢美女啊？哎呦，还是个白富美啊！江小姐，你要是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们可以放你走。休想！江家，我怎么记得我刚刚在梦里看到的6大家族，好像也有江家呀？不会这么巧吧？也是你们江家还守护那千年老约。江小姐，别傻了，其他几家早就想把神器占为己有。帅哥，救我！原来是个臭送外卖的小子，看什么看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收尸！我去，见过嚣张的，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本来这事儿啊，我不打算管的，现在我管定了。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，我停个车。怂包，跑路就跑路嘛，还说什么停车？江小姐，看到了没有？一个臭送外卖的都比你识时务。就是江小姐，只要你交出神龙鼎，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的性命，放你离开。你们是哪个家族派来的？难道你们不知道神农鼎是1000年前尊上赐给6族炎灵禁止抢夺的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那又如何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交还是不交？就算是死，也不会给你们。好，那我只有自己来拿了。动手！帅哥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可以给你钱。别喊了，一个送外卖的臭屌丝来了，也是送死啊！哼！送外卖走，我1000年前还做过蚩尤呢，你算个鸡毛啊！你他妈找死！偷袭算什么本事？我俩可是练过的。哎，我可警告你们了，我打人呢很疼啊！动手前，我建议你们先看看那医保卡，余额够，不然等会儿没钱治病。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还让你装上了是吧？兄弟们，一起上，追着他！我可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找死。那你们就一起上吧。等等，美女，我问一下，你肯不肯出医药费啊？只要你愿意，我能把他们打成残废。别说医药费了，就算你把他们打死，火化的钱我也出。我江雪柔别的没有，钱有的是。你们还有心思聊天？我他妈废了你！哎，小心！我操，哥们儿，你自己把脸送过来的，你可别碰瓷儿啊！这是你逼我的。小心他有枪！什么？你不讲武德，去死吧！我操，居然可以徒手接子弹！现在知道你爷爷的厉害了吧？我看你能接几发，都给我去死！啊！我说过，我动手，医药费很贵的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去，走近一看，更美了。我叫凌天。我叫江雪柔，以后你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说。唉，这有啥？举手。小天，你也不小了，不能被妈这么拖累着。你有时间的话，少跑点外卖，多点时间谈朋友。妈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你成家，就是妈最大的心愿。说起来，妈一直都想让我找个对象带给她看，可是我平时跑外卖，根本没时间，也没人看得上我。如今，这对象不就摆在眼前吗？明天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还真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想让你当我老婆。没问题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雪柔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妈得了很重的病，我之所以大半夜出来送外卖，就是想给我妈凑齐手术费。可她始终不肯给我减轻负担，所以一直不接受治疗。所以我想请你扮演我对象，让他打起精神来，这样就算是为了看到我结婚，他也会同意接受治疗的。原来他是因为这个，其实林天看着也挺善良的，而且这也是为了救人。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就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同意了？当然，先不说你救了我一命，就凭你这份孝心，这个忙我也帮定了。
我去，没想到我凌天母胎单身20年，竟然也能有今天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吧！不坐我车走？哎呀，坐什么你的车？坐我车还不堵车？走。他白天送外卖，晚上还要照顾母亲，明明自己那么累，却从没有听他抱怨过。这样的男人以后对妻子应该也会很温柔吧？妈，我今天特别幸运，捡了个大单，手术费攒够了。等你醒来，咱们就签字，让医院最好的医生做手术，很快就能好起来，像从前一样去跳广场舞了。还有啊，你不是总念叨说隔壁王阿姨都抱孙子，让我争点气吗？我现在可争气了。我找到女朋友了，她叫雪柔，人特别好，特别漂亮，像个仙女似的。等你醒来，我就让她叫你妈，让你也好好显摆显摆。妈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知道，你又是哄妈开心，骗我的。你平常跟女孩子说话都结巴，女孩子的手都不敢牵，怎么可能会找到这么标致的姑娘，像电影明星一样？妈，对不起，过去是儿子没出息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真的有能力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等你手术好了，咱们住大房子，300平，带大阳台，种你最喜欢的花。每天早上我让楼下最好吃的早餐店把包子、豆浆、小笼包直接送到咱们家餐桌上，你就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妈知道你孝顺，妈也不是不信，只是雪柔姑娘，像我这个身体，我只希望你能找一个不是那么完美的媳妇，不嫌弃我们的家里，能陪你走完一辈子的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跟雪柔是真心相爱的。亲爱的，咱妈不信，还不跟她证明一下？阿姨，您这次可猜错了，我跟林天是真心相爱的。我去，这么证明的，这就是被女孩子亲的感觉吗？酥酥麻麻，好爽。那个雪柔，你刚才亲的太快了，咱妈肯定没看清楚，能不能再来一次？你天啊，讨厌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信了，阿姨信了，阿姨看清楚了。小天啊，你不是要去交医药费吗？别耽搁了，让雪柔姑娘陪我说说话。对，妈，你先歇着，我很快回来。雪柔，我妈就麻烦你照顾一下，我很快。放心吧，去忙，快去。阿姨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这个手镯是我祖传下来的，本想着在我儿子结婚的时候给我儿媳妇戴在身上，可阿姨这个病恐怕是……阿姨，你别这样说，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姑娘，阿姨想求你个事，万一阿姨在手术台上下不来了，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小天吗？至少也要让她能够振作起来，你能答应吗？阿姨，我的家境比你想象的要好，所以不管明天是否有钱，是否有作为，
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觉得跟林天在一起，我很安心，也很开心。二姨，你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的，而我只要小天愿意，我愿意当那个陪他到老的人。这样，就算我今天走了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那就赶紧去死了！把病房给我让出来！廖阿姨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儿子就是个臭送外卖的，应该没钱给你治疗吧？不如这样，你把这病房让出来，给我女朋友菲菲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们什么人？不知道这是病房吗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小美女还挺尊呢。新来的护士啊，我怎么不知道这医院还来了你这种高档货呢？吴哥，你干嘛呀？人家还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菲菲，吃什么醋嘛？你也知道，这种货色在哥哥心里啊，顶多就是玩玩。你才是真的。你坏死了！那你说好了，等我例假走了，得给我买那个38000的限量款包包。你们就为了例假不适，跑来抢重症病房的床位，还有没有点勇气？无赖，当初你爸爸住院的时候，我们家也借过钱给他呀，你怎么可以？喂，少给我提那些陈年旧账，现在赶紧收拾收拾，滚出去！把这空房啊，给我女朋友。小美人儿，等着老婆死的落地方之后，跟哥哥我出去喝2杯啊！我带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好日子。无赖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明天，怎么仗着自己黄袍加身，敢跟我这么说话？几斤几两自己掂量不清吗？来，看看这是谁？你跪抢了2年的女神，现在每晚都得给吴哥我暖床啊！当初要不是小天帮你补习功课，你连高中都不能毕业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妈，别动气。我当年喜欢徐菲菲，我眼瞎，我认了。但现在，我家雪柔可比某些胭脂俗粉强1000倍、10000倍。你说这美人是你女人？没错，我是林天的女朋友。无赖，你还捡着我都不追的女人帮忙，殊不知我早就找到真正的最爱。真爱？林天你就装吧，就你这副穷酸样，哪个女人会要你啊？我看是你请来的演员吧。说吧，收了多少钱？连这种一身臭汗的外卖员的活都接，平时怕也是个谁都能上的公交车吧？我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如果不是林天，你们这种货色根本不配见我的面。雪柔，你别为了这样的人脏了你的手！你敢打我？虎哥，你看他！哎呀，够了，宝贝，别生气。他越是这样，越是他心里发虚。你找演员是吧？你们不是情侣吗？敢不敢当着我们的面嘴一个？我倒要看看这张送外卖的臭嘴，你这样的美人下不下得了口啊？你配看吗？我不配，是你不敢吧？你今天要是不敢亲，就收拾东西带着这老不死的滚蛋，然后把病房空出来，别让我请保安来赶你啊！无赖，你怎么侮辱我？我当你放屁，但你拿我妈的命当赌注，是想横着出去了？少笑话人！明天，你今天要是敢亲，这病房我不要了，让给你。你要是不敢，就给我跪下，把你妈抬出去。吴哥说的对，林天，你装什么装？小天，妈不住院了，妈要回家，妈不受这个气。妈，你别怕。赌可以，但赌注得改。你输了，给我妈跪下，磕10个响头，磕到你额头见血。我输了，我这条命随你处置。赌就赌，老子才不怕！
好，无赖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雪柔，可是你穷极一生都够不着的女人。亲爱的，来，给这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开开眼界。为了演戏，居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。看来是我误会小天了，江姑娘的眼神是真心喜欢小天，这样我就算现在走了，也心满意足了。为什么感觉胸口暖洋洋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共鸣？难道我真的爱上他了？好软，好香，不对，有什么东西从他口中涌出来了。神农，此鼎可食凡间百草，变万物药性，赐予你，望你济世救人，不负苍生。千年轮回之后，我自会来取。谢尊上，神农定能竭尽全力。尝百草，注意一点，也就天下无了。这是神农鼎，吃万物药性，左手生，右手死。我靠！我的神农鼎吊坠消失了，难道刚才融进他的体内了？无赖，看都看了，该兑现承诺了。现在立刻跪下，给我妈磕10个响头。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像这样一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的女的，怕是有的男人估计比你送的外卖都轻跟随，看你们的造龙的眼。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，还当真了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今天这病房我要定了。你们出尔反尔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出尔反尔怎么了？报警啊！有本事就报警，把我抓起来！不敢啊！我来打，我现在就打120，把你妈抬出去。好啊，你们不是要住院吗？这病房送给你。您在说什么？阿姨现在这情况，别说换病房了，连下床都……放心，我有打算。既然他们想住院，我就如他们所愿，让他们一辈子离不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妈，如果不是这病，真不想你在这封闭的病房里受苦。你忍着点，我现在就帮你把病治好，让你离开这儿。拜拜。你刚说什么？你一个破送外卖的，你还会治上病了？菲菲，快拿手机把这录下来，这简直就是今年最大销量。大家快看啊！这有个疯子说要给他妈表演魔术治病的。难道他能使用神龙鼎的力量？这是恐怖坟村，这是雪山神仙草，古籍记载长于昆仑之巅，3000年一开花，早已绝迹。如果有了它，爷爷的病就有救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是魔术，这一定是道具草。就是变个戏法，谁不会？妈，把这个药丸吃了，吃完了，你不仅会好，还会比以前更健康。妈信你。不，等等，林天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干嘛，但是你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颗药丸，你就跟你妈说能治好她的脑瘤，我看你就是没钱给她治病，你想害死你亲妈呀！就是没钱治病，就想毒害亲妈。你们闭嘴！这是神仙草炼制的丹药，根本不
无赖，闭上你的臭嘴！你以为我跟你这种人一样？行啊，你问，我今天就看你。等你把你妈害死了，我一定打电话报警，把你抓进去。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出事儿了吧？完蛋了！医生、护士都过来！这里有个不孝子要弑母啊！快来！病人心率过快，体温异常升高，你给他吃什么？医生，就这个送外卖的，从那盆子里面拔了一片叶子，就搓成药丸，给他妈灌了进去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杀人吗？太可怕了！没钱治也不能这样啊！阿姨真是太可怜了。明天，我知道你打工不容易，但是这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你怎么能随便给她吃来路不明的东西呢？这是颅内肿瘤，不是感冒发烧，你这简直就是在胡闹！看着挺老实的小伙子，心怎么这么狠？哎，也是个可怜人，估计是被生活逼疯了吧？逼疯？你们谁见过一个疯子能够把毒药准备好？这就是蓄意杀人！你这么着急泼脏水做什么？我这药是不是毒药？1分钟之后见分晓。1分钟？你胡滚呢！医生都说了，那是脑瘤，不是什么糖豆。来，大家伙儿都看看啊！这样一个谋杀亲妈的不孝子还在狡辩，我们就应该报警，把他抓起来，判他个故意杀人罪。对，赶紧报警！不能让这种人祸害老人。你们了解真相吗？明天是为了救阿姨，而且那也不是野菜，那是……雪柔，用不着跟他们解释，在真相面前，再大的污蔑都是无力的。医生，我理解你的顾虑，请给我1分钟。1分钟之后，若我妈情况恶化，我任你们处置；若好转，某些人就得为自己的话付出代价。好，我最后等这1分钟，你最好祈祷奇迹发生。1分钟？1分钟之后你就该把牢底坐穿了。还有30秒。来，给大家直播一下弑母现场，来看看这不孝子的脸。大家记住，就是他害死了自己的亲妈。还有你啊，小美人儿，你要是现在回心转意呢，还来得及。就是穷酸样还玩深情，笑死人了！我看你们都是活腻了。别动气，让他们说，他们也就剩这么一会儿可以蹦跶了。小天，妈记得你。妈，快了，马上就不疼了。还有最后10秒，血压仍然升高，体温也没有降下来。明天，你……医生，最后10秒我看就没必要等了，反正他妈也马上就要死了，赶紧把这不孝子轰出去。只有10秒，你急什么？你是怕待会儿跪不下来，还是怕你那张臭脸再也笑不出来了？我怕，我是等着看你怎么死啊！10秒之后，你妈要是不能活蹦乱跳的起来，你就等着进去吃牢饭吧。放心，10秒后我会满足你，让你和徐菲菲永远住在这间病房里，再也出不去。别吵，5。明天你准备好去蹲大牢了吗？你永远都是个垃圾，还想着翻身，做梦吧！4，一群无知的人。 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可惜啊，时间到了，并没有奇迹发生嘛。你准备好？医生，快看，这怎么可能？血压平稳，体温也降下来了，脉搏跳动有力，比20、30岁的年轻人还有活力。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我的天，真的好了！能不能给我也来一颗？我家那边肾不太好。这不可能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肯定是仪器坏了，或者他们早就掉包了。妈，感觉怎么样？小天，
无赖，这病房我妈用不着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不要乱来。你这么喜欢住院，这么想抢这张病床，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别着急，你也跑不了。如你所愿，这辈子你们两个就在这病房里看着过吧。医生，既然他们那么喜欢住院，那就麻烦你们医院好好照顾他。至于医药费，就从我妈的账户里扣吧。妈，雪柔，咱们回家。这个点呢也不早了，小天啊，你就照顾好雪柔，妈去买点菜。你也很久没吃过妈做的菜了吧？雪柔啊，待会呢你就尝尝阿姨的手艺哦。好，我帮你一起做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个儿媳妇啊，我可是太满意了。明天，既然我们假扮情侣结束了，阿姨给我的手镯还是还给你吧。假扮虽然结束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假戏真做呀。明天你不懂，我爸是顶级世家家主，大伯是大夏商会之王，我哥更是血少堂主，手下高手无数，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同意我跟你们这种家。你明白吗？古人说过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虽然我现在家徒四壁，1个月都用不上，我不仅能屹立于天上，我还能让你们家成为大夏第一。大夏第一？明天，本来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可你自己看看，这条件，你跟我说让我家成为大夏第一，这牛吹的，你自己信吗？要不我给你证明一下。一个臭送外卖的，口气大不小。我当是什么地方，原来是贫民窟啊！江雪柔，你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私自离家还跟这种下三滥的人混到一起，你算哪根葱啊？谁让你来这儿了？滚出去！一个送外卖的也配跟我说话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哥，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千年之约已至，带你回家，履行你的使命。我不去，什么千年之约，那都是老祖宗的事儿，凭什么要牺牲我的幸福？你听到没有？雪柔说她不想跟你回去，你那个什么千年什么约的，你们自己稀罕，自己找去。不去！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江雪柔是我们江家第一女儿女，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还真觉着你们俩能门当户对了。江雪柔，千年之约已至，至尊轮回身现，6大家族派出嫡系女子赴约，你得带着神农鼎等待至尊的遴选，这是我们江家重回巅峰的机会，你必须去。至尊轮回身，1000年前，至尊的轮回身，你们说的那个至尊，不就是我吗？我就是那个至尊啊！你们6大家族联姻，那不就是要嫁给我吗？雪柔，咱们这儿可不是缘分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要不咱们现在就去领证吧？至尊，小子，我看你是穷疯了吧？你知道至尊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吗？就算轮回转世，也绝不可能轮到你这种垃圾。自己滚，别逼老子见血！见不见血，我不知道。你敢让我滚，让你爹知道，只怕会让你跪下给我磕头认错。得，以为是个穷逼，没想到还是个傻子。老子不跟傻子一般见识。江雪柔，神农鼎呢？交出来！家族感应到你曾激发鼎的气息，现在就消失了。你藏哪了？之前跟林天接吻的时候，神农鼎莫名的就消失了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江峰知道，否则肯定会连累林天的。我不知道啊，丢了吧？丢了？江雪柔，我看你是疯了！给我搜！
今天就是我江家的两副要领，也要从他身上把神农鼎给我搜出来。慢着，你们不是要找神农鼎吗？那神农鼎在我手里。你竟然敢把神农鼎交给一个送外卖的？没有，神农鼎没有在他那儿，是我弄丢了。雪柔，不用怕，你男人在这儿，他们动不了我，更动不了你。明天，你疯了吗？你是不知道六大家族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，他们随便一个护卫都能徒手拍断石板。江峰更是年轻一辈里的高手。高手？你们眼中的高手宗师，在我眼里，不过只是一些蝼蚁。我的身份说出来，你们的祖宗都得从坟里爬出来，给我磕10个响头。雪柔，你信不信，我都不用动手，他们就得给我跪下认错。疯子，我他妈遇到个疯子！你们听到过？这个送外卖的说，他不用动手，我们就得给他跪下。其他人已经出发了，老子没空陪你这疯子胡闹，给我动手，打断四肢。等等，江峰是吧？你想带雪柔回家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也得带我一起回去。带你回去？你知道江家意味着什么？一般人连知道江家的资格都没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想跟我回去？莫说江家、姬家、穆家，其他几个家族，若是知道我的身份，他们只会求着来见我。我去你们江家，只会给你们江家带来富贵，带来你永远都求之不及的幸运。给我们江家富贵？小子，你真是作死，这种狂言也说得出口。好，老子就给你个机会，明天你可以来江家，只要你不怕被其他几大家族分尸，不怕至尊动怒把你碾成肉泥，你就来送死。不，你千万不能去！六大家族争锋，现在不论是哪个家族都是龙潭虎穴，只要你去了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哥，我答应跟你回去，但请你放过林天。好，明天我会带上聘礼上江家提亲。好，小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光说不做。明天我等着你来送死。雪柔，回家去吧。小天，刚刚我看雪柔和其他人一起走了，你们之间没闹矛盾吧？她可是个好姑娘啊。妈，您放1万个心吧，明天我就去提亲，光明正大的把她娶回来。千年轮回，世间众人早已淡忘了我的名字。月华，至尊，你终于肯接受这份记忆和身份了。月华等这一天，等得好苦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为尊上守护轮回，是月华存在的唯一意义。6大家族都动了吧？姬家轩辕剑已明，封家伏羲琴弦因而动，上官家、欧阳家、慕容家皆已派人出山。江家似乎出了些岔子。我知道，江雪柔那丫头把神农鼎弄丢了。您如何？因为那鼎在我这儿。江家倒是好福气，竟能率先得到至尊您的青睐。明日，我需要你帮我备一份聘礼。聘礼？去江家，娶江雪柔为妻。至尊，6族嫡女皆在等您遴选。按千年之约，你当择优而娶。江家如今势弱，且弄丢神器，恐非良配。月华，你守了我1000年，却还不明白，我凌天想娶谁，需要看谁的脸色。所谓约定，是我而定，自然也由我而改。是月华僭越了，明日月华将带足以震动大夏的聘礼前往江家。不仅要豪华，更要让他们都知道，他们的至尊回来了。倘若其他5族不服，我不介意，
帮他们好好回忆回忆，这天下谁才是至尊？说，神农鼎到底在哪儿？丢了。家主啊，这神农鼎可是我们江家的立足之本呐，这如何是好啊？雪柔，你可知道六大家族能够延续千年，靠的就是当年至尊赐下的神器。你弄丢的不仅是，更是江家全族3700龙口的命。二伯，就因为我是江家的嫡女，就连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都没有吗？那什么千年之约，凭什么要牺牲我的幸福？放肆！那可是至尊千年之前执掌六族，就连鬼谷子也是他随手点拨的门生。你能够被选中，那可是我们江家百代修来的福气啊！福气？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就要我嫁？如果对方是个老头，如果他已经转世成为女人呢？如果根本就看不上我呢？哼！所以你就找了个送外卖的当挡箭牌。张学友，你可真会挑。什么送外卖的？大伯，昨晚我亲眼看见雪柔跟一个穿外卖服的小子拉拉扯扯。神农鼎，该不会是你送给那小子的情信？我没有。是不是？抓来问问不就知道了。风儿，带几个人去把那小子请过来。记住，是完好无损的请过来，因为还得让他开口说话。放心吧，我最擅长让人开口。来人，跟我。不用请了，我自己来了。林天，你疯了吗？快走！答应了今天来娶你的，怎么能走呢？没想到，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江家大厅，1000年历史，梁上雕的是神农尝百草，地上铺的是前朝玉窑金砖。可惜风水局部错了，坎木水库离火过旺，难怪这几年江家事事不顺。小子，你还懂风水？不是我说啊，你们祖上布局时还是我指点，只可惜我亲口指点，你们都能布局错。爸，大伯，听到了吗？送外卖的这小子，他不仅穷，还是疯子。1000年之前，你还真当自己是至尊了？不是当，我就是至尊。我今日来，只为一件事。1000年前与江家定下的婚约，该履行了。就凭你还履行婚约？狂妄！一个无名小卒，还敢跟我江家门娶我江家嫡女，打断他的腿，扔出去！二伯，祖训只说至尊1000年之后会轮回，可却从未规定轮回之身是何等身份。万一他真的是？万一至尊本是毕竟是紫气东来，天生万象，肯定是大富大贵之命。你再看看他。满身地毯或满嘴胡言，阿诺是至尊，我江正月今天就从这爬出去。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。好啊，那我今日就让他跪定了。哼，小子，我和你真是疯了。既然雪柔这么相信你，我愿意给你3把，给你3重考验。如果说你全部懂，我便任意至尊，雪柔由你担责。如果说你通不过的话，请必须说出神农鼎的下落，并且雪柔也必须履行婚约，斩真的至尊。爸，这不公平，这怎么可能？雪柔，你放心，你的男人不可能败。我提亲，即便是天道在此，也不敢阻。不过，江家主，你刚才说的话，可别忘了。这第一考财力，至尊即便轮回，在世间也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力。这聘礼呢，不需要多，让我江家满意就可以。你拿得出吗？林天家里条件怎么可能拿得出好多的聘礼？雪柔，没关系的，这世界上还没有事情能难得到我。我的女人值得这世上最好的聘礼。两手空空的进门，还能夸下如此海口？别光说不做，你的惊天聘礼，你倒是拿出来呀！聘礼马上到。
这是汉武飞霜啊！在汉武帝许天神万年冰玉心，雕琢八骏，陪葬茂陵，这早已失传啊！这玉色，这神韵，汉武八骏之一，番禺聘礼首见。工艺品，现在高仿多了去了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唐摹，神龙本真迹，西周玻璃子白盘，内服旧藏，重器。这里每件都是史书有名、传说级别的国宝重器。主席从何而来？千年岁月，闲来无事，随手收藏了一些小玩意，地宫9层，这才是第1层中寻常的物件罢了。但即便如此，用作给你们江家当聘礼，是抬举。难道明天真的是这层？如果他真的是，或许我不会这么抗拒。只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明天你跟你妈住的房子都跟贫民窟似的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些东西？有本事让我们现场验货。请便。这万年寒玉心是真的，其他几样，快请族内见古长老。家主，俱是珍品，且品相完好，宛若新造。这兰亭序的纸张墨色，我此生无憾矣。江振岳，如何？这一关可算通过。江振岳，如何？这一关可算通过。若嫌不够，我地下宫上有始皇传国玉玺9顶，轩辕夏雨剑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祖上神农氏亲手编撰的百草经图集也放在第3层。究竟是谁？谁？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我说了，我便是这天底下唯一的至尊。有钱证明得了什么？我们江家缺钱吗？至尊之身，岂是靠这些财物就能够证明的？你到底是不是至尊？还需再验。说的不错，光凭这些财力还不足够证明你的身份。你们言而无信，明天这些聘礼，即便是我们江家，也拿不出等价的陪嫁。你们现在却还质疑他，说出去不怕丢我们江家的脸吗？雪柔，不必多说，我现在还能跟江家主心平气和地说话，是给你面子。若江家言不守信，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既然口出狂言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你也敢？够了，闭嘴！明天啊，这第1考就算你通，但是要证明你是至尊，必须经过3考。这第2考武力。比武？爹，6大家族所有子弟从小习武，你让明天比武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为难？他不是说他是至尊吗？至尊千年无敌，即便人回，应当有镇压当世之力。这位是江战长老，是江家的准宗师。明天，你如果可以在他手下过下10招，这第2考便算你过。爹，别答应，江战长老是20年前就成了颁布宗师。你根本打不过他，快走！走，晚了。现在你跪下磕头认输，自断一臂，承认刚才那些聘礼都是你偷的骗的，说不定还能留一条狗。我可没说要走。亲爱的，乖，站远点，看老公怎么给你争面子。小伙子，敢面对准宗师的我，这胆量，你已经超越绝大部分武者了。看在这个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逃跑的机会。准宗师，马马虎虎嘛。小子，我让你先出手，我怕我先出手，你就没有动手的机会。小子，我让你先出手，我怕我先出手，你就没有动手的机会了。小贝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，3招之内，我必取你4肢。看来这小子真的激怒战长老，连绝学都用出来了。这种狂妄之徒，死了也活该。太慢，这怎么可能？竟然躲过去了！难道林天真的是至尊？他竟然连准宗师都能有！小子，刚刚算你幸运，接下来你可就不会那么好运了。这下子身法诡异，张长老别玩了，绝招！小贝，
你只会躲吗？接我最后一招，山崩地裂。糟了，这可是宗师的绝招，所有人后退，此招威力巨大。该死，雪柔，让开，我收不住掌。准宗师的江战竟然败给了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站长的可是准宗师，怎么会？爸，现在你信了吧？林天过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，可现在忽然之间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财富，以及超越准宗师的实力。难道这还不能证明他就是至尊轮回之身吗？你究竟是江家主？1000年时光于我而言，不过是弹指一瞬。财富武力本就是我随手可取的微末之物。今日我来，一是取雪柔，二是赐予你们江家多天的富贵。若你们识趣，江家可在我的庇佑下，成为6族之首，享1000年鼎盛。若你们执迷不悟，我也不介意让你们江家换个家主。这可真是一场豪赌啊！如果说他真的是至尊轮回，那我江家便可位于6族之首。要是他不是的话，真善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他能拿出来失传的国宝，又能轻易击败江战，的确是非常人所为。但凭这些就断定他是至尊，未免也太过草率了。都到第2轮，不如进行最后一轮考验。只要你凌天过了，我江峰无话可说。毕竟富可敌国的财力和宗室的实力，其他家族却不是拿不出来。还有第3关，无妨。无论你们有多少手段，在我眼前都是浮云，抬手可灭。无论你们有多少手段，在我眼前都是浮云，抬手可灭。哼，那可未必。这第3轮肯定与前2轮不同，只要你能连过3轮，就算你是骗子，老子也认了。我说了，我就是至尊，只是你们不信而已。要不是看在雪柔的份上，你们江家早就以这1000年的机遇无比无。林天啊，这第3重的考试要是通过了，那整个江家便没人反对你和血肉在一起，而且我江振玉也会当众认你为婿。爸，你说真的吗？妹妹，你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呀？这个林天他真有那么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林天很特别。当然了，我与雪柔那是一见钟情。你这种只会打打杀杀的猛汉，怎么会懂我这该死的魅力呢？林天，你该死！够了，闭嘴，小风！林天，这第3考关系着我江家1000年传承的重大秘密。如果你想继续挑战，请跟我来。林天，感觉好像不太对劲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是笑话。这祠堂，江家1000年来都不许嫡女踏入其中。爹，你怎么会带我来这儿？刚刚那些画面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在呼唤我？1000年之前，至尊在江家留下个东西，并且立下了祖训。唯有至尊的轮回转世身，方能与其发生共鸣。而这样东西，只有历代江家的嫡女才能够亲手解开。江家主，先前我听雪柔说过，这祠堂历代嫡女都不能踏入其中。既然只有历代江家嫡女能解开，为何还不让他们踏入这祠堂？对啊，爸，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这祠堂连门槛都没跨进去过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祖训有记载，曾有江家的嫡女违背经历闯入祠堂，接触此物，结果七窍流血，当场死。何止一位，历代共3位嫡女因此而殒命，所以后来祠堂就禁止嫡女的进入。1000年之后，唯有至尊的轮回转世身和当代江家的嫡女共同在此打开其中的谜。这第3重考验，就是你们2个人联手，共同打开此。但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如果2位并非命中注定之人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殒命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罢了，
刚才不还抬手可免一切吗？雪柔，明天，我相信你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任何事。我也想知道这画中我江家与至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命运羁绊。慢着，慢着！哥，干什么？正紧张呢。我是想啊，这祖训都是多少年前的事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万一这画卷它就是幅普通画卷，真让这小子蒙混过关了，咱们找谁说理去？所以，你江家是想出尔反尔？那倒也不是，我江峰虽然瞧不上你，但不至于言而无信。不就是幅破画，传得那么细，我偏偏不信邪。现在，我就给你们验证一下这传言的真假。杨峰住手！疯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疯了，快松手！风少，我来救你！救命啊！这画大在吸我的血，冻死我了！明天，求求你救救江峰。虽然他是个混蛋，但他毕竟是我哥，我不能眼睁看他死。连祖训都不信，爱作死的人迟早也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作死。我错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我再也不作死了。明天，求你了，求你出手！我可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是的，你就去明天吧。爸，我已经替风哥说过话了，愿不愿意出手救是明天的事情。我不想用我的关系胁迫他。明天，愿不愿意救在你。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就破例救你一次。快救我！我给你当牛做马都可以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现在你们还敢吗？有何不敢？有我在，莫说这是我1000年前留下的画卷，就算这天塌下来，我也能一手撑起。雪柔，我们继续。好温暖，像阳光一样。这画认同我。你们真的可以触碰此画？林天、雪柔，快打开它！千年轮回日，重逢解元时，神农鼎归位，将女伴君侧。这画中的女子，这字迹，据祖籍记载，却是至尊亲笔。这画中女子服饰，是我江家的始祖神农时代帝女最高规格的礼服。雪柔，当你这不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1000年前的画卷，至尊身边的女人，竟然跟张雪柔长得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年前，至尊身边的女人，竟然跟雪柔……我的头，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。这画面是谁的记忆？明天，我好冷。不好，他从未习武，身体承受不住这份力量。这怎么回事？在祖籍中根本没有记载。快，张先生，去请示国王一事。快！是。生命力急速流失，像是某种封印反噬。明天，村上终于又能见到你，妾便心满意足。尊上，妾乃凡人之躯，恐怕不能陪你1000年之后了。但愿这画作可以。洛曦，你放心，若轮回转世，1000年之后，我也会去寻你。洛曦，难道雪柔就是我寻了1000年的洛曦？不是，求求你救救雪柔！不用你多说，
我自然会救。其他人都让开！你要对我妹妹干什么？闭嘴！快点后退！你忘记刚才是谁救了你吗？可是你要是再敢阻挠的话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林天，你等着！你要是敢害死雪柔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还好刚才后退了，不然这正好足以让我等受伤。不对，这气息，这是神农鼎的气息，神农鼎在他那儿，难怪他会有这么强的实力。赶紧把神龙给还给我！你要是敢下血苗啊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林天，你干什么？洛希，终于能再见到你。林天，林天，你竟然趁雪柔昏迷对他做这种事情，你让我江家颜面何存了？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想起来了，1000年前我是神农氏嫡女江希洛，因为爱上至尊，被天道封印的记忆打入轮回。这是准宗氏的气息，雪柔，你会吸我吗？明天，不，至尊，1000年轮回，妾身终于又回到你身边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身体……好一场感人至深的戏码呀！可惜演错了主角，他根本就不是至尊，真正的至尊轮回身是我慕容云海。他根本就不是至尊，真正的至尊轮回身是我慕容云海。6大家族之首，慕容家的长子慕容云海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自然是有事了。哦，1000年画卷都请出来了，看来是知道我要来，做好准备迎接我。慕容云海，这是我江家的刺头，请你赶快离开。江家主，别激动了。我慕容家身为6家族之首，更是至尊此世轮回身，特来赶赴婚约，让你家雪柔嫁给你。至尊轮回，没想到1000年不见，6大家族竟然也会有这种人存在。放肆！敢对至尊如此言语，找死！早听说江家大小姐跟一个送外卖的搞到了一块儿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吧？就凭你，也配冒充本尊？慕容公子说的对，这小子就是个骗子。他诓骗雪柔，偷拿了神龙鼎，就敢冒充至尊。不会，别胡说八道，话就一解封，不要再放纵是非啊！我才没有胡说，他就是偷拿了神龙鼎。方才画卷揭开，说不定就是吸了我足够的气血才解开的。江峰，你闭嘴！明天就是至尊。雪柔，何必与这些无知之辈争辩？我为至尊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，也无需得到任何人的认可，因为只要我站在这儿，即是天地的极限。只要我站在这儿，即是天地的极限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至尊1000年轮回，神器更是流落于6大家族之手。不说你这冒牌货了，哪怕是我这正牌至尊，在收回6大神器之前，也不敢妄说是天地的极限。那是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。念在慕容家1000年前帮我办事，我可以给你一次以死谢罪的机会，以救慕容家。还让你装上瘾了是吧？让我以死谢罪。江家主，现在动手将这骗子打断4肢丢出去，我可以不计前嫌。等我娶了雪柔，就让你们江家做6大家族的2把手。慕容云海，你可知冒充至尊会是什么后果？雪柔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你错失最后的机会。哈哈哈哈哈！机会？我看真正错失机会的是你和江家。看好了，这是6大神器之一，
东皇钟。用我的东西杀我，也亏你想得出来。等你死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东西了。这确实是东皇钟的气息，虽然微弱，但确实是神器一脉。如何啊，江家主？你现在还认为这个骗子配得上至尊之名吗？江小姐，跟我走吧。你我联姻，慕容与江家共掌六族，这才是天命所归啊！我此生只认林天一人。我此生只认林天一人。你这至尊也不够权威啊！我老婆不买你的账。慕容海，方才凌天至尊和雪柔已经打开了千年幻局，凌天就是至尊无疑。你诺在无理取闹，别怪我不顾六族的情义。六族情义？我看是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雪柔被这骗子诓骗，那就只能江家大小姐去我慕容家好好盘盘。天，是你自己找死！这可是4大准宗师联手啊！哼！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有点本事，但你以为这就够了？东皇钟镇魂！还能站着？看来得加把劲，让你彻底趴下。东皇钟，你手里拿的不过是个仿品，也敢拿出来班门弄斧？哼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竟敢毁我慕容家至宝！一个仿品也敢称至宝？不过，就算是真正的东皇钟，见我一摇，低鸣俯首。好，很好。本来还想给你留个全尸，既然你毁我家至宝，今天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去！血符传讯，慕容云海，你竟然换慕家老祖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我爷爷慕容霄，半步宗师巅峰，以致窥天之境。他老人家正在云城办事，血符一出，3分钟之内必到。是老祖来了，云天，你死定了！慕容老祖20年前就是6大家族第1强者。林天，慕容霄确实厉害，要不我们先……无妨，我倒想看看6大家族第1高手有几分成色。装，继续装！等我爷爷到了，我要你跪着看我跟雪柔拜堂，然后亲手废你丹田，断你4肢，让你像狗一样的爬出江家。慕容公子，此事或许有些误会。林天确实身负至尊印记，而且他还通过江家的3大重考验，他是真正的至尊。大日若至尊恢复实力，你这番作为恐怕为慕容家带来灭顶之灾。灭顶之灾？至尊真身？笑话！江镇山，我爷爷马上就到，在他来之前，你好好想想，是站在这个冒牌货这边，还是站在我慕容家，站在真正的至尊这边？江镇山，我爷爷马上就到，在他来之前，你好好想想，是站在这个冒牌货这边，还是站在我慕容家，站在真正的至尊这边？爸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慕容公子才是真的至尊，林天他就是个穷鬼，他那些宝物说不定偷的就是慕容家的。闭嘴！方才千年画卷已经证明了一切，三弟，不要被慕容家的逆贼给混淆了。今天我江家誓死站在凌天至尊这边。江震岳，今日你这句话将为江家换来1000年繁荣。好一个1000年繁荣！爷爷，就是他！这个臭送外卖的冒牌货，他不仅冒充至尊，还打伤我慕容家护卫，毁我东皇钟仿品。小辈儿，毁我族至宝，你可知死字怎么写？慕容霄，放肆！至尊在此，还不下跪？下跪！
至尊？哼！只有我慕容家的子弟才有可能成为承载着至尊的轮回身。此人连我六族之人都不是，也敢冒充至尊？慕容霄，你秘术早已耗尽，能存活至今，应该是动用的尽数了。小子，你路走窄了。准宗师巅峰，马马虎虎吧。这是慕容霄的绝学绝命掌，这一掌，凌天，你完了。你怎么可能挡得住我的攻击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距离宗师只有1步之遥的存在，2根手指就挡住了。差点忘了，哪怕是刚刚觉醒，尊上依然是尊上，可不是6大家族随意亵渎。就这般能力，也配称6大家族第一？命还挺硬。不可能，我爷爷怎么会输给他？命还挺硬。慕容霄，你慕容家族若是按照尊上的意思，老老实实的履行6族的职责，继续侍奉尊上，也可以维持个家族昌盛。只可惜呀，1000年的时光已抹去了你们的敬畏之心。江振玉，我可不像你们，1000年过去还愿意为这个什么至尊当狗。你确实很强，但你以为这就赢了吗？认得此物吗？这是昆仑镜的碎片，虽只是碎片，却足以让我短暂拥有宗师之力。慕容霄，既然利用神器碎片之力突破了宗师，便是宗师又如何？结局依然是不会改变。能逼我动用此底牌，你足以自傲。现在受死吧！宗师之力，岂非凡人可敌？至尊刚刚觉醒，能否扛得住？昆仑镜碎片，难怪你能存活到现在。可惜你用错地方。也罢，就让尔等见识一下神器真正的力量。也罢，就让尔等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。装神弄鬼，去死吧！散！人出法碎，怎么不可能？跪下！爹，这可是神器碎片。昆仑镜碎片本是我赐予慕容家先祖，用于观测天机，护佑族人。你却用它强行提升修为，透支寿命，真是糟蹋东西。你真的是至尊？你说你是至尊轮回身？我错了，我是冒充的啊！是爷爷让我冒充的。他说6族1000年之约将至，只要我成为至尊，慕容家就能永远凌驾于6族之上。你们竟敢冒充至尊，这可是欺天大罪！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了你，脏我的手。禁令已散，碎片也无用了。慕容霄，你动用昆仑镜碎片，寿元已不足3月，回去安排后事吧。多谢至尊不杀之恩。至于你，我错了，至尊饶命啊！杀了你岂不是便宜你？那就废你修为，逐出慕容家，自生自灭。我的内力没了。江家主，现在你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江家第17代家主江正月叩见尊上，江家愿永远追随尊上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拜见至尊，拜见至尊。尊上，私下还是叫我凌天。精彩，真精彩呢！不愧是1000年轮回身，收拾2个冒牌货不费吹灰之力。小女子季如梦，季家当代嫡女，见过尊上。姬家，轩辕剑传承者。尊上还记得呢。如梦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了拜见尊上，二是奉族长之命，请尊上移步季家。我季家已备好盛宴，恭迎尊上归来。
至于江小姐嘛，江家势弱，恐难照顾好尊上，不如让如梦侍奉尊上左右，我季家才是六族之首，配得上尊上的身份。季如梦，尊上与选定我江家血肉，休得胡言！江家主，千年之约是由六族各派嫡女由尊上遴选，可没说尊上一定会选江家。尊上，您说是吗？姬小姐，林天已是我未婚夫，江家虽弱，但绝不会让出婚约之位。未婚夫，一未订婚，二未成礼，何来未婚之说？尊上，千年轮回，如今的季家手握大夏30%经济命脉，军政两界皆有根基，才是您重掌山河的最佳助力。江家连守护千年的神龙鼎都能弄丢，配得上你吗？季如梦，你说完了。尊上的意思是：第一，我选谁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；第二，姬家要真有心，该是你家族长亲自来办，而非派你个小辈在此大放厥词。待4位准宗师就想请我回去，姬家好大的架子，强行带我回去，就凭你配？尊上心虽强，但我4人联手布下4象阵魔阵，即便宗师也可困住一时。尊上何必撕破脸面？尊上，如梦只是倾慕您千年威名，想邀您至季家做客。若您喜欢江小姐，届时带她一同前来便是。季家盛宴，6族皆会到场，正是您宣告归来的最好时机啊！姬如梦这话看似退让，实则以退为进。说林天不去，便是畏惧姬家；说去了，便是入了姬家主场，主动权尽失。林天，慕容虽是6家之首，但近些年来姬家综合实力飙升，更是与2家联手，不可预测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当年6族之约是我亲手立下，如果仅仅只是请我去赴约，我倒是可以去看看，正好宣布我此事的办理。尊上同意了。时间、地点3日后，季家祖地轩辕谷，6族齐聚，共迎至尊。好，3日后我会去。那如梦便在轩辕谷恭候尊上大驾。江小姐届时记得打扮得体面些，莫丢了尊上的脸面。等等，尊上还有何吩咐？尊上，那是我季家禁物。EK 中藏窥心咒，想探查我的记忆，戚家的小伎俩还是这么上不了台面。回去告诉你家家主，3日后我会去，但若再敢耍这些小伎俩，我不介意让季家换个家人。尊上说笑了，如梦告退。尊上，这季家设宴恐怕是鸿门宴啊！1000年了，也该让6大家族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天地共主。这3日，我会教你如何掌控神农鼎之力。3日后，你陪我同去。尊上，我也想去，我可以为您鞍前马后。你，我倒是差点忘了，江家主，你这侄子心术不正，该怎么处理？不用多说了。尊上放心，老奴一定用最高家法严惩。林天，不，尊上，之前的我也是害怕有人冒充您，我也是为了6族，为了您考虑啊。再多说一句，死了。走，去后山，我教你何为真正的神器之力。江家终于要重回巅峰了。真善，通知下去，赶快集结江家所有实力，3日后全部集合。季家轩辕谷之宴，江家绝不能输。神农鼎乃生命之气，长草木枯荣，往生死轮回。你前世为江洛西时，曾以鼎炼药，救过3成瘟疫。我好像感觉到鼎中有很多的记忆碎片，但很模糊。今日我帮你解除第1层封印。我好像看到了，
那一战3天3夜未眠，炼药救了3万将士，你一直在远处守着我，怕我力竭。放心，这一世我依然会护你。不，这一世我要变强，强到站在你身边，而不是被你一直保护。好，接下来传你第一式万物生。雪柔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些异样的感觉，你别紧张，配合我即可。雪柔，以生命力催动鼎力，可令枯木逢春，重病痊愈。你试试。万物生。对不起，林天，我还是没有做到。放松，感受我的引导，跟我一起来。不对，怎么了？你的体内还有一道封印，这道封印在你幼年的时候封住了你的天脉。天脉？那是什么？习武之人的根基，天脉被封印，终身无法修炼内劲。江家号称习武世家，可你却做了20年的武学废材，这是有人故意为之啊！谁会这么做？你父亲？不，他不会。不一定是你父亲，但此人必在江家内部，且位置不低。这道封印很隐蔽，若非今日你我力量共鸣，我也很难察觉。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若强行冲开，恐伤你性命。那怎么办？轩辕谷宴会之上，6族齐聚，对你下封印之人，必会到现场观察。届时，我会设法逼他现身。敢动我的人，就得做好魂飞魄散的准备。偷听了那么久，不出来见见？属下尹七奉月华大人之命，在暗中保护尊上。这是信物。月华派你来，不只是保护吧？大人让属下禀告，姬家已在轩辕谷布下主审阵，此阵需6件神器之力催动。姬家暗中联络欧阳、上官2家，欲借伏羲琴、女娲石之力，在宴会上诛杀尊上，夺至尊印记。什么？他们敢？什么？他们敢？诛神阵，1000年前我随手创下的小阵，也敢用来诛我？此外，封家态度暧昧，慕容家被尊上教训过，一概不成其祸。湘家内部确有叛徒，但具体是谁，属下还未查明。好，知道了。你继续潜伏，若有异动，随时报我。是。林天，这宴会我们还是不要去吧。无妨，正好省得我一个个找他们了。愿意继续跟我，自然可以延续家族。若想反叛，我不介意，趁此机会一网打尽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3天之后，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1000年之后，这天依然是我凌天撑起来的天。尊上，此行我们将前往姬家祖地轩辕谷，谷内有千年法阵加持，一旦入谷，修为将被压制3成。不止，这云雾中还有锁灵闪，无色无味，会缓慢侵袭人的内力。那我们，这是我昨晚炼的清心丹，可解毒。你们每人含一枚，在舌下。尊上，这是溶血稀释液，可短暂增强气血，抵抗阵法压制。雪柔，你到时候跟紧我。虽说这慕容家武艺超群，但是这姬家最为神秘，这一出到底所为何意？尹七传来消息，轩辕谷汇集了轩辕剑、神农鼎、伏羲琴、东皇钟、昆仑镜、女娲石等武器及投影，不知姬家为何于此。
是伏羲青音，封家的人也来凑热闹。封家封清武见过尊上，此曲问天，特为尊上而奏。试问尊上，可有资格掌这天地？伏羲琴在你手中，弹成这样，真是辱没神器。哼，定。你看在你先祖封后，曾是我麾下大将的份上，饶你这棋。若再敢试特，碎的不是琴弦，是你的丹田。清武，知错。哈哈。至尊，轮回神亲至，机驾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不过千年未见，为防有人冒充，毁我六族盟约，还请尊上当众验明正身。还请尊上当众验明正身。此乃验魂碑，为尊上当年亲手所立，用于验证血脉，请尊上将手按于碑上，若亮金光，则为真身；若亮血，则为冒充，当受万魂噬心之刑。胡说八道！这验魂碑根本就不在千年之约的记载当中，这分明是你姬家临时拿出的杀气。姬轩辕，你敢坑害至尊？别去，这碑有问题，我感觉到他好像在渴求宣泄。验魂碑，我当年确实造过一块，但不是这一个，这是噬魂碑吧？专门吞噬尊者魂魄，用于滋养阵法。姬族长，为了不辞绝阵，你姬家杀了不少高手，这碑上的血气至少有半名宗师者。尊上说笑了，既然你不愿验，那便验。可以，区区噬魂碑，根本伤不了。凌天，你完了！呼！聚魂血晶，用此等邪物布阵，姬轩辕，你这族长之位坐不住。姬轩辕，你这族长之位坐不住了。姬轩辕，这聚魂血晶需活人魂魄炼制，你姬家竟然使用如此邪物，置我们六族盟约于何地？姬轩辕，今日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诸位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瞒了。千年前，至尊归去，我六族虽得神器，却也日渐式微。西方诸神崛起南洋，五谷横行北漠，蛮族靠关，若无强者镇守，下山河迟早沦陷。当年我将神器交于你们六族，便是让你们守护大夏。如今守不住，倒是打起我的主意来了。不然呢？你轮回千年，即便恢复记忆，如今也只不过是个送外卖。就算有所实力，哼，你又如何护卫大夏？如何护卫六族？所以，你就对我动手，妄图诛神。这也是受你当年所托。为了大夏，我姬家只有行非常之礼，借着六神器造诸神阵，不是为了你诸神，而是为了造神。歪门邪道，还想造神？诸位，请神王诛杀姬轩辕，他已入我。成王败寇，输的都是魔，留到最后的才是真神。这诸神阵，不将六神器之力注于一人，造就人间真神，我六族才有抵御外族之力，才可保我大夏山河。姬轩辕，
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，就凭你也想达到我的层次，简直做梦！不试试，又怎知？我姬轩辕已达宗师之境，我是唯一的人选。为此，我姬家愿让出30%祖产分与诸位，望诸位助我。为此，我姬家愿让出30%祖产分与诸位，望诸位助我。荒谬！你邪正造神，必遭天谴。更何况至尊已归，何须造神？啊！江振岳，我查过，他不过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怎可堪称至尊？明天，你若真是至尊，可敢与我一战？胜者掌管6族，败者自废修为，永世为奴。姬轩辕，你有何资格评论？明天别去，他是在激你。鄙视！没想到轮回之后还能遇到你这样的疯子，也罢，我同意。明天你不爱一只蝼蚁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重要的是暗中的人。好，那你小心点儿。既然要比试，总得有点彩头。你若输了，姬家交出轩辕剑，全族跪下俯首；我若输了，这至尊之位便让你，又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是你说的。怎么比？简单，你我各接对方3招，不得闪躲，只可以纯肉身内力抵抗，谁先倒下，谁输。这规则分明是针对尊上轮回之身过于年轻，修行时间过短，姬轩辕的功力肉身早已锤炼如铁。尊上不可，这分明是他的阴谋。无妨，他若是钢铁之身，我这躯体便堪比天地。他要是能撼动我一丝，我这至尊也不用当了。让你先动手，我倒要看看这1000年后的宗师，与我这1000年前的多大的差距！狂妄！既然你诚心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班长，这是宗师后期的内力，他刚刚隐藏了。明天小心。第1招，轩辕破天剑。就这，怎么回事？你应接轩辕剑意，竟然毫发无伤。到我了。第1招，去！这是姬家祖传的保命之物，模仿宗师3击。想不到姬轩辕连这种宝贝都拿出来了。还要继续吗？我跟你拼了！不杀不了！今天你完了！我神阵一旦启动，不饮神血，誓不罢休。你就做这阵的第1个祭品吧！站起！5、3，至尊，保护至尊！以阵法模拟神器，想法不错，可惜这不可能！此列术法
宗师强者。因为这阵法是我创的，而我创它时留了后路。不可能！我姬家研究此阵100年，从未记载，有何后文？因为我没写在阵图里，现在该结束了。姬族长说的对，明天小心。六族缺了是可以抵抗外界的强者，而不是一个宋外卖。明天，你若愿交出至尊一级，我们可留你个全尸。明天，你若愿交出至尊一级，我们可留你个全尸。想要就自己来取。这是你自找的，去死吧！该死，我不讲武德，居然偷袭！敢动血柔，欧阳烈、上官泥，很好，绝对出手不能动他。跪下！千年之约赐六族神器，想千年荣华，现在却联手动武。尊上饶命啊！我是受那姬轩辕的蛊惑，我愿意调成神器。晚了。尊上，我上官家愿臣服。你刚说要夺我魂魄啊！我的神石，我的记忆啊！让你死了便宜你，这一击磨你30年记忆与修为，让你沦为废物。举手投足赢了2个准宗师，这是何等实力？这就是至尊吗？还有谁？封家永世效忠尊上。姬轩辕，看来你输了。李天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不，还没完！明日之血，请真灵，终身阵，终极上阵！啊！真血真灵，每一尊都堪比准宗师巅峰，麒麟合一，可比宗师。林天，我看你怎么打！燃烧性命，推动阵法，有点意思。雪柔，看好，这才是神农鼎的真正用法。阵八荒。姬家除名。雪柔，你怎么了？封印发作，正在吸收他的生命力，按着他，我来压制封印。先生，这符文的纹路，我好像在家珍的卷上看见过，是夺天造化符，是一种上古禁术，可窃取他人天赋、血脉、修为，转嫁己身。但此术需从小种下，前不20年，待宿主修为觉醒时爆发，一举夺走所有。20年，雪柔今年刚好20岁，是谁在20年前就对雪柔下了毒手？能在江家嫡女身上种下此符的，必是江家内部之人，且深得你们的信任。你被人种下了夺天造化符，今日你觉醒了神农鼎力，若不解除，3日内你会被吸走所有的修为和生命力。是谁？放心，我会找到他。江家主，20年前雪柔出生之时，江家可有什么异常？接触过雪柔的有哪些人？雪柔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天生异象，百花争鸣，百鸟朝贺，6大家族都派人过来祝贺。当时接触雪柔的有，等等，在雪柔刚刚满月的时候，突发高烧，昏迷了3天3夜。12弟是江振海从外面请来一个神医，才把雪柔救醒。是二哥，但他以10年前闭关不出，带我去见他。可是二弟闭关的地方有主子守护，强行闯入恐怕会带路。就是这里，二弟闭关10年，从未出关。哼，从未出关，那这石门上为何会有昨日留下的新鲜掌印？开！替身傀儡，有人以傀儡伪装闭关，陈神早已离开。这符纸
有2缕气息，一缕是江振海的，另一缕是姬轩辕的。二弟和姬轩辕想勾结，可是姬轩辕以前死的是替身，真正的姬轩辕早就用替身傀儡金蝉脱壳，真身一直藏在暗处。20年前，姬轩辕借江振海之手，在雪柔身上种下符，目的就是为了等他觉醒，神农鼎立时，夺鼎夺修为，夺起江家嫡女的命格，用于他某些阴谋。那我二叔他现在在哪儿？果然是你，没想到1000年来你不想着如何守护大夏，却将精力放到此等邪法之上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多天造化符只是开胃洗菜，真正的是现在才开始。以3族嫡系之血祭星空古图，打开通天之路。大哥，没想到我忍了20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雪柔的神农血脉是钥匙，3族嫡血是祭品，星空古图是地图，和开启至尊埋藏天道本源的秘境。明天，你若交出至尊印记，开启秘境，我可饶雪柔一命；否则，将他体内的符咒引爆，让他魂飞魄散，让他魂飞魄散。明天别管我。拿到星空古图就能找到天道本源？难道不是？古籍记载，1000年之前你离去之前，将一缕天道本源封印，待轮回归来时取。得此本源，可直入神境，掌天地法则。记得没错，但你们忘了，那秘境是我造的。而那秘境的钥匙从来都不是神族血，也不是3族嫡血，是我当年留在他前世魂魄里的一缕思念。现在该清算了。天道本源是我的！秘境认主，非请莫入。6族听令，动手！没想到，你以为只有我和江振海联手？不，6族早已暗中结成联盟。20年前种下夺天造化符时，我们便已布局。今日以6神器布下6道轮回阵，以整个轩辕谷为祭坛，以你凌天为祭品，炼化你的至尊印记，抽取天道本源，我等便可登入神境。所以之前的一切，姬家设宴、9绝诸神阵、星空古图，都是诱惑，只为引我来此不此取的阵。没错，你太强到我们没有一族可以单独与你对抗，唯有联手以6神器之力，才能将你彻底震慑。唯有联手以6神器之力，才能将你彻底震慑。明天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走吧，我来断后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雪柔，见你一滴血。1000年未归，众人皆忘。轩辕剑，
以及你们手里的神器，本就是我当年亲手所铸。不好，快动手！哼，诛神器，归位。女娲实在反抗，她不受我控制。傀儡镜也是。本主有血祭之力。以为用血祭邪法就能掌控我铸造的神器。第一剑，除邪。哼！第二剑，除叛。大哥，救我呀！大哥！两剑，终于放弃宣言，斩杀江澄海，哪怕是身处绝境，依旧游刃有余。这就是至尊。哈哈哈哈！现在轮到你们选择了，是臣服还是死？林天，你别得意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招。血柔，机会啊！林天，给我死！他受伤了，他也会受伤。继续，趁他命，要他命！看来要动点真格的了，要动点真格的了。他竟然一脚撼动了六神契合阵，千年未动怒，尔等真当我凌天是泥捏的？我铸神器，本就为守护苍生，而今尔等以血污气，以魂似阵，那便都给我去死吧！第一剑，敌尘。万火护体。第二剑，荡邪。我投降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晚了。弟子饶命！我孟家也是被迫的。我叶献术，东皇宗珍品残骸。我早就给过你机会。第三剑，清肠。现在，该轮到你了。林天，你别得意，星空故土已开，秘境世袭外泄，不久，大象以及域外的强者都将感应得到。到时候，守得住吗？啊！你勾结外敌，勾结是合作。20年前，我姬家便与南阳巫神教、西洋圣庭暗中往来，他们助我布局，我许他们秘境开启之后，共享这天道本源。姬轩辕，你狼是叛族叛国！原来如此，夺取血柔血脉是其一，引入外敌入大夏是其二。姬轩辕，你真是死不足惜。我死也要捞你们垫背！无神咒，弃物存魂，魂我不是心。是南阳噬魂骨，触碰即钻心蚀骨。雕虫小技，敬世之言灭。林天，我在地上等你。
封印反噬加剧，生命力流失太快，必须立刻进入秘境，借天道本源之力，为他重塑根基。尊上，血流他。江家主，整顿剩余族人，清除此地残余。风清武，尊上，请吩咐。你率封家之人，暂时接管此地房屋，封锁消息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待我出来，再行论功过。是，清武领命。尊上，我封家老祖他身不由己，但助纣为虐事实，废其修为，囚禁于封家禁地，终身悔过。谢尊上开恩。本源千年未见，至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女娃生机将绝。我需借你本源之力，为她重塑天脉，破除邪符。你可愿助我？她魂魄中有您留下的思念之泪，与我本就同源，只是强行逆转生死，破解上古禁符，需您以半数至尊精血为引，并可能触动轮回反噬。您确定吗？确定。以我之血，幻术之魂，一道之力，破邪反真。开！忍住，雪柔，不，若曦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。若曦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。邪祟，散！灵天，你不得好死！轮回之中，永远沉沦吧。阴天，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你又为了我，傻瓜，你个大傻瓜！你没事就好。看看你的力量。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从未如此好过，而且我好像已经完全记起前世的记忆了。若曦的记忆和雪儿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吧，这才是完整的你。走吧，外面还有事情等着处理。各位，经此一役，姬家叛逆伏诛上官欧阳两家家主陨落，残余叛逆之族老皆应按族规严惩。六族神器除轩辕剑、神农鼎在尊上和小姐手里，伏羲琴因受损严重，暂由封家保管修复。东皇钟、女娲石、昆仑镜暂由各族收敛，待尊上定夺。千年之约，本为护佑大夏，即千年间，有人忘本，有人生叛，更有人勾结外敌，其心当诛。今日起，六族重组护龙阁，阁主由我担任，下设6部。江振岳任执法长老，执掌刑律；风清武任巡锋长老，监察内外。其余3部由尔等公推忠诚干练之人担任。谨遵尊上法旨。姬家除名，其产业5成充公，纳入护龙阁宝库；3成补偿此战受损各族，2成抚恤阁内战死无辜子弟与护卫。尊上仁德。姬轩辕临死前所言非虚，秘境开启，气息已现。南阳巫神教、西洋圣庭，或许已有所察觉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。千年之前，尊上能镇八方；千年之后，我辈亦无惧任何来犯之敌。愿追随尊上，万死不辞。小天、雪柔，快出来！月华姑娘来了。尊上、夫人，按您吩咐，
护龙阁已步入正轨，边界几处异动已暗中处理。还有风清武长老，他刚在南海击退了巫神教试探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能再见尊上归来，月华不苦。月华姐姐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常来坐。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今天都留下来吃饭，我刚好煲了汤。你有新的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怎么了？有个订单送到陵园，有些缘该彻底做个了结了。雪柔，陪我去一趟吧。好。彻底告别过去？不，是接纳所有过去，走向更好的未来。千年轮回，身份变换，从至尊到凡人，再到重掌权柄。最重要的是，身边有最值得守护的人和最值得守护的初心。不论是1000年前的洛曦，还是今生的雪柔，能伴你左右，便是最大的圆满。往后余生，千年万年，皆是你我。